海南航空 Hainan Airlines 是中国大陆唯一被 Skytrax 颁布为5星的航空公司。虽然我自己觉得 Skytrax 排名这东西看看就好，但如果你看其他的5星航空公司的话，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全日空、国泰、长荣、日航、新航、星宇，这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航空公司。所以海南航空真的能跟这些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站在同一个高度吗？海南航空的国际线跟国内线又有什么差别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。3、2、1，起飞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今天要带大家开箱的是海南航空曼谷经海口前往上海虹桥的航班，两段都是由海航的737-800直飞。不仅会开箱实际的搭乘体验，还会带大家走海南航空国际转国内的过程，以及海南航空主场海口美兰机场的贵宾室。整趟搭下来，我其实有点困惑，所以也希望能从各位观众那边获得一些解答。那我们就赶快跳出发点吧。OK， 早安了各位，我现在人在泰国曼谷的 Suvarnabhumi Airport， 现在时间凌晨12点，我刚刚才搭了阿联酋航空的 A380 从香港抵达这里，之后会上哦，所以想看的各位别忘记帮我订阅一下。我原本的计划是我可以做 online check-in， 然后看能不能提早过安检出境，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段曼谷飞海口我 online check-in 没有问题，但第二段海口飞上海，它居然不让我 check-in。No， 是海南航空还是曼谷机场的规定呢？不知道，但看起来今晚我要在机场过夜了。那天晚上我就在机场漫无目的的逛，基本上把整个曼谷机场走遍了，甚至还看到了让我 unforgettable 的青蛙。这里推荐2个地方给跟我一样在曼谷机场无所事事的人。肚子饿的可以去1楼的 Magic Food Court， 这里有非常多的廉价美食，可以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你想吃的。但是要注意这里只收现金哦，所以记得备一点在身上。那如果你喜欢看飞机的话，你也可以到报到大厅再往上走一层，有一个 Observation Deck。我去的时候乌漆嘛黑还下雨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，但也许白天的时候会好一点吧。Anyways， 我就这样杀时间熬到了早上8点。起飞前的3小时，海南航空柜台终于开了，我觉得我肝正在燃烧。海南航空的柜台分2个报到通道，其实就是平民跟贵族。我迫不及待的来报到，想要快点进去。当我跨行李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行李是不能直送我最终目的地上海的。我认真去读了一下海南航空的 baggage policy， 但老实说，我读了半天也没读懂，比读 Shakespeare 还难。有些地方好像可以直挂，有些地方又不行。我呢，反正是需要在海口那边入境提取行李后，再重新登机挂行李的，有点麻烦，但好吧，反正我转机时间很多，到上海的时候也可以轻松一点，所以就这样吧。过完安检海关后，我们今天的登机口在 BKK 的 Satellite Terminal， 需要搭这个 Shuttle Train 过去。Wait, does that then make this train a space shuttle?Okay, not sure if that joke landed. 但卫星航厦这里很赞耶，空间很大很舒服，一出来就有一个小小关于这个机场的历史展览。这里你也可以找到很多伴手礼店、绿化的空间，还有餐饮选择。但最屌的我觉得还是这里的厕所，里面的装饰有够奇花，而且还都是免治马桶，让我的屁股有够舒服。我们今天的飞机还没到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其他飞机吧。首先是太行的787跟777-312，我上一集才刚开箱过这2个机型哦，所以有兴趣的话也别忘记去看。刚好还抓到了 ETA Airways 的 A330neo、卡达的 A380， 还有来自伊朗 Mahan Air 的 A330， 真是稀客呢。希望有一天可以试试看这些航空公司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的飞机也到了，海南航空 HU7940-737-800。海南航空目前一共有127架的737-800，是 by far 海南机队中最多的机型，平均机龄11岁，而我们今天搭乘的 B7618 要稍微年轻一点，今年满9岁。今天这架飞机2舱等的配置一共是有8席的商务舱以及162席经济舱，分别都是标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。我今天的位置是 35K， 可以看到颜色是真的很红，上面还有很多福字。这个审美嘛，反正跟我没有很合啦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座椅型号我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唯一找到的资讯是从 Seaguru 上面抓下来的17寸椅宽，搭配2个拳头的椅具，坐起来其实空间感以载体飞机来说是不错的，但就论舒适度的话，我就觉得普普通通。没有安装头枕是我自己比较在意的一点，座椅本身也偏硬，材质也是这种有点松松的布料，就感觉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空间的。其他硬体也是非常简约，椅背的下面是一个大口袋，里面放了一个清洁袋跟安全须知。坐我旁边的人有飞行杂志，但我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被谁干走了。餐桌是一整片下放式的那种，而最上面的娱乐系统，
只能找到公共的那种，耳机插孔跟音量控制都在把手上，可是空服好像也没有要出来发耳机，所以不确定是怎样。至于娱乐系统的盒子，看起来都放在中间座位的下面，只能说中间位是真的惨，毫无人权可言。下面看起来也是没有任何插座，所以大家记得上飞机前手机要充饱电哦。最后往上看的话，则是 Personal Reading Light 跟 Airvent 都有。以上就是海南航空737-800经济舱的座椅。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后，觉得我搭过比较类似的航班，应该是长荣的 A321了吧？一样都是没有头枕，没有个人娱乐系统，没有充电，都是走一个超级解封。视觉上，我觉得长荣的机舱要舒服很多，但审美这东西每个人本来就不太一样。这支影片就提供大家参考参考吧。OK， 棒棒！在椅子上安顿下来后，这时候你可以跟空服要毛毯跟水。毛毯一样是这种非常鲜艳的红色，还可以吧？不是我用过最舒服的毛毯，但堪用。空服也会利用这个时间一直来回问大家有没有想要优惠升舱的。看来海南航空作为曾经中国的民营航空代表，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少亏一点钱的呢。随后飞机就准备起飞啦，海南岛我们来喽！飞机在抵达飞行高度后，空服也迅速开始了餐饮服务。这次的飞机餐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这2盒食物。纸盒里面放了湿纸巾、一次性的木质餐具，长大后觉得很化学的优格，没有附灵魂奶油的面包，还有这个说是海南特产的辣椒酱。另外这一盒就是主食，上面写说这个是肉燥饭。肉燥饭哦，可能是我对于肉燥饭的想法不太一样吧，但这个我会直接把它归类为肉末土豆胡萝卜丁。口味来说，我自己是没有到很爱。主食的饭太湿太黏了，肉也很碎，毫无口感，没有在吃肉的感觉。这个优格也明明化学的，但也没有跟我起任何化学反应。我唯一的救赎，面包配奶油也少了奶油，只能这样深深的啃面包。我只能说这顿飞机餐不合我的口味啦。我会说比较特别的是海南航空的杯装饮料是有椰子水可以叫的哦。去海南岛这种海岛喝椰子水感觉就是不一样，我就是那么肤浅的人类。吃饱后，我们最后再来看厕所吧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洗手间，有海南牌的洗手液，可以调整水温的迷你水龙头，换尿布的台子、清洁袋、卫生棉，还有一个挂着海南飞机吊牌的 Kotak， 就这样。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点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座位，好好从空中欣赏海南岛的度假风情吧。而没过多久后，我们就已经要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啦。别忘记我在美兰机场是需要拿行李后再重新 check in 的，这本来也是一个没什么的过程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过程居然会如此不顺。这里先说声抱歉，让大家听我抱怨一下。在拿完行李，准备再去托运行李的时候，柜台的地勤跟我说，因为我是拿这本中华民国护照订的机票，所以我这第2段需要我再去排另外一个柜台，把证件改成台胞证。OK。I get it. This is how things work here. 这里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这个流程。我在海南航空官网订机票的时候，唯一的选择就是用护照订。我想这应该也是因为第1趟是国际航班，这本护照再怎么样也依旧算是国际旅行通用的旅行证件吧。但第2段变成中国大陆国内线的时候，这个旅行证件突然就废了，必须去换成台胞证，这就让整个过程变得有点麻烦。当时不管是地勤、客服还是之后的安检，他们都要让我等一下，请示他们的领导过来看，再三确定后才让我放行。我后面想了想，才发现这是不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当时第2段没有办法 online check in 呢？不知道，但我只能说我应该不会想再这样飞了。整个流程很浪费时间，又让人心累，以后还是乖乖直飞就好，就没有那么多有的没的了。好，非常抱歉，听我抱怨一下。
有一说一，我觉得美兰机场还是很美的哦。机场内有很多绿化，采光很棒，也很适合看飞机。整体给人的感觉比上海浦东机场要有活力多了。那机会难得，我们也顺便来看看海南航空主场的贵宾室海逸轩如何吧。贵宾室不算特别大，但内装蛮漂亮的，给人一种现代中式感。直接开始乱发明形容词。我到的时候还是下午茶时段，所以食物选择其实有点可怜，只有一些蒸笼、饼干、面包、甜点跟饮料。唯一我觉得值得一提的，大概只有饮料区的椰奶跟现点现做区的面了吧。我叫了一碗海南汤粉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大一碗，肉给的也不少，是一碗暖胃好吃的粉。我后面又叫了一碗红烧牛肉面，这个我觉得更好吃，不是台式的那种调味，但还是很香，肉一样没在手软，面煮的也 QQ 的，不错不错。差不多到晚餐时间后，热菜也陆陆续续端了出来，是不是看起来比下午那个好吃多了？所以这里推荐给大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午餐或晚餐时段来会更好吃哦。以上就是海南航空主场的贵宾室，还可以啦，没有淋浴小可惜，但整体是个小巧可爱，但又带着一点精致的贵宾室，有需要的人可以考虑进来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再来跳到第二段海口飞往上海虹桥的班机吧。第二段跟第一段一样，都是海南航空737-800 HU7319，这次飞的是架 B1786，今年已满10岁，座椅布局什么的都跟第一段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想我其实也没什么好重复的。该讲什么？登机时的音乐播的是周杰伦吗？我们还是来重点看一下飞机餐好了。对。这段是没有飞机餐的，只有一杯果汁。其实我看很多其他人开箱海南航空的国内线，好像也都有飞机餐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海南航空的标准是什么。But anyways， 没有飞机餐的话，那就好好苦眠，上海见喽。好啦，欢迎大家来到上海，这就是我这次搭乘海南航空的体验，是不是结束的有点仓促？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始提到的问题，海南航空是否值得那5星的评价呢？我是觉得没有到不好，但距离5星感觉好像还是差了一点。我不想把这个结论说得太死，因为其实海南航空的 Flagship Dreamliner 才是他们最优秀的产品。这2段短程的经济舱当然也无法代表海南航空的全部，但如果我们单看海南机队中占比最大的737-800，我觉得是有进步空间的，不管是座椅的选择还是飞行中提供的服务。我不知道我其实蛮想听听看大家搭乘海南航空的经验的，大家觉得海南航空如何呢？有好的经验跟坏的经验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期再重新跳回香港吧。我知道我已经开箱过好几次国泰了，但我再不出那支影片就要过时了。那是一支关于我一日天选之子的故事，偶尔还是要开箱一下经济舱以外的产品吧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当然除了国泰，还会有非常多其他航空开箱 coming soon，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开箱影片，又想看更多的话，别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收藏、订阅。那这次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